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顶流云集却挡不住口碑波动，肖战第一稳如山，周深压过陈楚生，收视跌到 1.93%。肖战以592万官方播放量断层第一，周深126万位居第二。整台晚会官方直播总播放量冲到3300万，但最高收视率只有 1.93%， 创下历届新低。这台名字好听、立意也高的湾区声明月晚会，选在世界电影130年、中国电影120年、抗战胜利80年与台湾光复80年这样密集的纪念节点。怎么说都该是一场能让人情绪聚拢的文化事件。场地在澳门银河综艺馆，蓝宇、叶童等主持。开场一首乐曲，四大篇章铺开，100余组两岸及港澳、海外音乐人一起唱经典，唱影视，也唱新潮。中国人熟悉的那些旋律一波接一波，热度是真热。3300万总播放量放在那里，顶流一上场，弹幕直接把屏幕盖满。可另一边，电视端收视线条却不听话，到了晚上黄金时段，数据掉到 1.93%， 刷新了这档晚会的历史低位。观众的选择很诚实，你可以有小瑕疵，但别拿假唱糊弄人，节目编排更别让人看着犯困。真假唱的争议这次被推到台前，现场有人被指对嘴，有人选择保守处理，拿假唱保稳定，也有人真唱上阵，情绪到位但技术翻车。这种随意切换让观众感觉被戏弄，大家骂的不是一两个跑调，而是态度。节目编排也被质疑，时代少年团被安排在黄金时段翻唱影视金曲，舞台一上来电音与人声打架，社媒上吐槽铺天盖地，收视曲线应声下滑。反而是小沈阳父女、姜育恒这类稳扎稳打的段落，把线拽了回来。也有真正的共鸣时刻，80岁的林峰在澳门唱《无爱无国》，这是好友陈彼得去世后他首次重唱这首歌，在岛内曾被禁。他说这片土地是他此前唯一没踏足过的祖国家园，台下安静的只剩呼吸。那一刻，舞台才像舞台，故事和歌撞在一起，反而最打人心。说回大家最关心的播放量榜单，第一毫无悬念，肖战为晚会定制摇滚曲风，现场反应火热，网友夸他气场开，状态稳。第二名是周深，126万，他的段落前后都不算卡点，照样凭实力吃分量，甚至在台下和主持人随口清唱2句，很多人直呼比某些正式环节还好听。第三名时代少年团52.4万，人气在，但唱功的短板被无限放大，电音抢戏、音轨打架的讨论延续到深夜。第四名荣走38万，在一众流量夹击下老将不掉线，独唱湾稳住了评价，但与成龙合唱时频繁找调，被吐槽像是没彩排够。第五名陈楚生23.7万，歌王之后压力肉眼可见，他的表现证明人气还在，至于他与林志炫同台的对比，见仁见智。第六名14.2万，是萧煌奇与任嘉伦合唱《你是我的眼》，萧煌奇依旧稳，任嘉伦则被批几乎不在调上，强烈反差引来大量围观，播放量高有时并不代表唱得好。第七名王源12.3万，他这2次音乐节目都没什么近景特写，镜头大多是半身、全身。主攻音乐深造的他因为缺少戏剧性镜头而吃了亏，多少有点遗憾。第八名单依纯分成2段，与王力宏合唱10.8万，被说声线压得太低，互相等着对方。他的独唱一开嗓就把人叫醒，
穿透力和情绪都在线，又多拿了10万。第9名10.8万，刘宇宁。他的声线一出来就有股武侠味，新鸳鸯蝴蝶梦那种江湖的风吹在台上，许多人这才想起他唱功其实不弱。第10名10.6万，是范玮琪与希林娜依高合唱，两人声线并不合拍，范玮琪被说偏虚，希林娜依高顶住了场面。当然，播放量不是全部，像林志炫、屠洪刚、成龙、孙越、孙楠这些舞台老兵都拿出了职业水准，只是没有爆点就不容易被算法推高。另一边，有些流量艺人这次并未进前10，于是原本被看好却没上榜，刘雨昕、沈佳润也没占到便宜。这就是舞台的另一面，风向有时是冷的。我坐在屏幕前反复想，为什么这场晚会热度炸裂，收视却走低？有业内观点直指要害，失败的本质是流量思维背离了内容本质。你可以堆满星光，可以复刻经典，但真正能留住人的是专业度与情怀彼此扣住。观众能原谅真唱时的瑕疵，甚至爱那一点不完美的呼吸，可观众无法忍受假唱敷衍、编排混乱和对歌曲情感的轻慢。放到更大的坐标看，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湾区的问题。2025年科切拉线上观看1.2亿人次，全球注意力一夜汇聚，靠的不是谁的粉丝有多能刷，而是舞台的创造力与稳定度，哪怕风格各异，也清清楚楚。再看我们自己的参照，2025年春晚整体收视 33.64%， 峰值逼近40%，很传统。但他知道怎样让节目节奏起伏合理，把点放在观众情绪上。综艺晚会不是数据竞速，而是一次公共审美的聚会。这次湾区声明月有让人心头一热的瞬间，也有让人心头一凉的段落。如果下一次能把真假唱的边界说清，把舞台与镜头的节奏理顺，把致敬与创新拧成一股绳，这台晚会的名字才会真正亮起来。最后想问一句，你那晚被哪一首歌击中了，又被哪一刻劝退了？我仍愿意相信，当专业与真诚回到舞台中央，数据就不必被反复解释，掌声会替我们做选择。